大家好，我是小丹。想吃大饼，再也不用出去买了，在家就能做，柔软多层，凉了也不会硬，做法也特别的简单。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，盆中准备300克普通面粉，在里面打入1个鸡蛋，这样吃起来会更加有营养。先用筷子搅拌均匀。然后用160毫升的热水来和面，边倒边搅拌。用热水和面能使烙好的饼吃起来柔软，就算是放凉了也不会硬。搅拌成絮状，下手揉成面团。面团在盆中不好揉，移到案板上，扣上1个盆，松弛5分钟。5分钟后，再像洗衣服一样给它揉拉推搓，这样面团很容易就揉光滑了。再放会盆中，上面刷一层食用油，锁住水分。盖上一层保鲜膜，放一旁醒面20分钟。这个时间准备一把韭菜，将根部切掉不要，再将韭菜切碎，尽量切得碎一些，这样口感会更好。这里喜欢吃葱花的，也可以换成葱花。全部切好之后，放入盘中备用。这时候我们的面团也醒好了，看一下，延展性特别的好。移到案板上，不需要揉面，将面团直接搓成长条。用刀切成大小均匀的4个面剂，取1个面剂，先揉一揉，再整理成圆形，按扁，用擀面杖擀成1个圆形的大面片。擀得越薄越好。擀好后，在上面刷一层食用油。撒少许食盐，入一下底味儿。再撒上1点13香。撒上1层干面粉，这样能使饼的层次更加丰富。最后将切好的韭菜撒进来，这样吃起来会更加鲜美。然后从中间切上1刀，再从一头慢慢的卷起来，尽量卷紧实一些。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儿了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用您发起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感谢您的支持。将边缘捏紧时，再整理一下，按扁，像这样就可以，依次全部做完。全部做好之后，盖上一层保鲜膜，放一旁松弛15分钟。15分钟后，取出第1个整理好的面胚，用擀面杖擀开，擀成1个圆形的大饼。擀的时候尽量往两边擀，这样薄厚均匀。不需要擀得太薄，像这样就可以。接下来电饼铛提前预热，刷上1层食用油。油热后，将擀好的大饼放进来，上面也刷上1层食用油，锁住水分。盖上盖子，先烙上2分钟。时间到了，看一下大饼已经微微鼓起来了，给它翻个面，这样饼子受热会更加均匀。
哇，非常的漂亮，颜色金黄金黄的。这时我们可以给饼子不停的转动一下，这样受热均匀。盖上盖子，再烙上2分钟。大饼像这样烙至2面金黄就是熟了。哇，真的是太有食欲了。现在就可以出锅了。这样我们的大饼就做好了，颜色金黄金黄的，忍不住都要流口水了。看一下，外皮酥脆，里面非常的柔软，层次也特别的多。掰开之后，能闻到一股韭菜的清香味扑鼻而来，真的是特别好吃。想吃大饼再也不用出去买了，自己在家做的干净卫生，给孩子吃着也放心。喜欢的朋友抓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我是小丹，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美食视频，记得关注哦！感谢您的支持，拜拜，我们明天见。大家好，我是小丹，刚从超市买了一些大虾，特别的新鲜。我们都知道，大虾虽然好吃，但是去虾线却是一件很头疼的事情。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个去虾线的小窍门，15秒钟一个，特别的干净又快速。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在大虾里面倒入适量的清水，再加入1勺食盐，用手将大虾清洗一下。有些商家为了确保大虾的鲜活度，在运输的过程中可能会添加一些孔雀石绿，这时加入食盐来清洗大虾，能起到消毒杀菌的作用。有时间的话，也可以把它浸泡一会儿，然后将盐水倒掉，再倒入适量清水，将大虾多清洗几遍。洗净之后捞出来，下面将虾线处理一下。相信很多人在去虾线的时候会借助一根牙签，在虾的第2个关节处，用牙签把这个虾线挑出来，这样虾线特别容易挑断。像我这个就没有完全挑出来，这样残留的一部分很难将它取出。如果我们买的冷冻的大虾，用这个方法很难将里边的虾线清除掉，因为冷冻过的虾线都已经糟了。这里再给大家强调一下，我们来看一下虾头的前端，有一个黑黑黄黄的东西，它里边是肝胰腺还有虾味，这里边是不能食用的。有的朋友会说直接把虾头揪掉就行了，但是把这个虾头揪掉了，虾就不完整了，非常的不美观，很影响食欲。虾线处理的时候也很容易断。下面就和大家分享一种简单快速的方法，这时我们只需要准备一根吸管，我们可以清楚的发现这个吸管的前端有一个尖尖的部分，这个部分非常的实用。我们先把虾头轻轻的像这样一掰，这样就能清楚的看见里边黑黑的脏东西。这时候用这个吸管尖尖的这个头把它插到里面，将里边的这个脏东西取出来。因为这个地方和虾线连接着，我们轻轻拽一下，很轻松就将里边的虾线取出来了，非常的完整，只需要几秒钟就能去除虾线，真的是特别的省时又省力。爱吃大虾的朋友一定要试试这个方法。我们再将虾须剪去，虾脚也剪去，因为虾脚很脏，很难清洗干净。虾腔也剪掉，这样给老人孩子吃着也放心。像这样一个大虾就处理好了，不到一会儿的功夫，我们的大虾就全部处理好了。再用冷冻的清水冲洗一遍。下面就用这些处理好的大虾和大家分享一个特别好吃的做法。在虾里面加入少许食用油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使每一只大虾都均匀地裹上一层食用油，这样能锁住虾的水分，防止虾在烹饪的时候营养流失，
还能锁住虾肉的鲜味儿。搅匀后先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准备一把小香葱，把它切成小段。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一块生姜，去皮后切成薄片。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。下面锅里不需要放油，把切好的生姜片摆入锅中。这里放姜片可以去腥增香。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儿了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感谢您的支持。再把切好的葱段也撒进来，再将大虾倒进来，用筷子整理的好看一些。再倒入半瓶啤酒，这样可以更好的去除大虾的腥味儿。另外，啤酒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非常的丰富，可以帮助虾肉快速的入味和煮熟，还能防止虾肉被煮老的作用。这里不需要放水，盖上盖子，开大火煮上10分钟。这里时间不要煮得太长，不然口感就不鲜嫩了。这个时间准备一把小葱切成葱花，切好之后放入碗中。再准备一些大蒜切成蒜末，大蒜可以多切一些，吃起来蒜香味浓郁。再准备一些小米椒切成圈，切好之后放入碗中，在里面加入1勺白芝麻，浇上刚烧好的热油，激发出香味儿。下面开始调味儿，在里面加入1勺食盐，少许胡椒粉，1勺生抽，1勺蚝油提鲜，少许香醋，1勺白糖提鲜，用筷子搅拌均匀。像这样我们的料汁就调好了，倒入小一点的碗中，先放一旁备用。这时我们的大虾也煮好了，打开盖子看一下，哇，好香呀！这类大虾不用担心有酒的味道，因为啤酒当中的酒精经过煮的过程中会随着温度的升高而挥发掉，还能让虾肉更加的鲜嫩。将大虾一个一个摆入盘中，尽量摆漂亮一些。用这种方法做好的大虾，虾肉鲜嫩，不腥也不柴。再配上我们调好的料汁，真的是好吃到停不下来。老人孩子都特别喜欢吃，做法也很简单，喜欢的朋友就抓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我是小丹，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美食视频，记得关注哦，感谢您的支持，拜拜，我们明天见。